相信大家拿到 PSVR 尝试的第一款游戏就是这款《地平线：山之呼唤》了。作为 VR 中唯一一款首发的纯 VR 护航大作，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出来，索尼为这款游戏做了相当多的调校。相较于正常的主机游戏而言， VR 游戏会更加侧重画面与体感的结合，尽量让玩家做到身临其境，并且由于游戏需要同时渲染左眼与右眼看到的不同画面，所以也会让机能更加吃紧。在之前由于 PS4 孱弱的机能，回过头来看 PSVR 初代的游戏，的确不能说是畅玩。但是这一次的 PSVR 2在宣发时，游戏为我们展现的各种灵活的机械兽以及风景如画的山峦，让我愈发的期待起了这款能把我带进地平线 VR 世界的作品。那么接下来大家就跟我一起来看看这款展现本世代最强主机 VR 的游戏，究竟会给玩家们带来怎样的体验呢？老样子，首先我们先来看游戏的画面表现。游戏的整体画面依托于画风的缘故，略微偏向卡通，所以整体的场景我们不能用写实风来做比较。不过游戏整体为玩家们表现出来的效果还是相当惊人的，川流不息的河流瀑布，层峦叠嶂的山峰，机械兽的细节和行为模式，以及多样的可以互动的小道具，这些大场面又或者小细节，让玩家与这个世界紧密相连。通过 VR 游戏的表现形式，玩家的代入感和沉浸感都得到了极大的增幅。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设备上的增益了，像是玩家受到攻击，又或者是庞然大物越过你的头顶，头显都会给出不同频率、不同位置的震动反馈来提示玩家。这样的效果真的是前所未有，其为玩家带来的体验也绝对是正面的。手柄上也有类似的设计 ，PSVR 2的控制器脱胎于 PS5 手柄，所以 HD 震动以及扳机反馈也都一并加了进来。但是无论是扳机的反馈力度，还是手柄的震感，都远远不如 PS5 手柄的体验。不过它再怎么说也是目前 VR 设备里外设服务最棒的设备了。游戏的特效表现也同样出色，虽然玩家本身用不出什么花里胡哨的特效，但是机械兽的导弹激光、冲撞时的气场特效都有着醒目且不喧宾夺主的把控。玩家射出的不同箭矢带来的不同效果，也都能通过机械兽身上的 buff 特效直观的反馈给玩家。所以综上所述，单从画面上来看的话，这部《山之呼唤》绝对是一款高规格的 VR 作品。在操作环节上，游戏也有许多的小细节和特殊的限制。在剧情演出的时候，玩家通常只能站在原地，看着周围的 NPC 进行对话行动。但是在这时，玩家可以亲自起身来与他们交互。如果在这个时候去触碰他们，他们会一脸嫌弃的躲闪，非常的生动。每次进入新关卡所需要的新道具，也都需要玩家自己手动来组装。一边看图纸一边实操的感觉同样很有意思。但是这次的《山之呼唤》中，我觉得最有用的设定还要数移动模式。玩家可以通过按住手柄的叉和方块来挥舞手臂进行移动，这种行动极大的缓解了大脑认知错误，从而产生的眩晕感。不过在游戏的交互性上，相较于半条命来说，本作还是要略逊一筹的。在《山之呼唤》中，玩家所能做到的交互其实并不算丰富，无非就是拧个门把手开门，把苹果放在脸前进行进食，摔碎锅碗瓢盆，再在墙上画个画，诸如此类的，在前几年就已经相对完善的 VR 交互系统。而支撑《山之呼唤》游戏推动的，也恰好就是这些系统。游戏中占据大半篇幅的爬山，也无非就是抓住交互点的移动过程。不过正常来讲，攀岩这种会时常有远距离跳跃、高速移动的体验，会相当有眩晕的风险。但是《山之呼唤》在这方面的优化就做得不错，在进行滑索、摆荡、跳崖等操作时，也就会迅速的让玩家的视野变得只有一点点，从而使大脑脱离 VR 的体验不会产生反馈，以此来避免眩晕。不过这样的做法的确是会牺牲游戏的代入感，但是在目前来看，确实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了。在战斗环节上，《山之呼唤》也有着一套自己的系统。虽然本作也是个 FPS 游戏，但是主角用的是弓而不是枪，再加上每次对战的都是一些庞然大物，这就导致游戏的战斗节奏与同类游戏完全不一样。由于机械兽的行动都相当灵活，个别时候还是很多只一起战斗，所以玩家在战斗中的主要行动还是闪避，通过左右摆头来小幅移动，按住叉和方块，然后两只手同时向某个方向拉扯来大幅度闪避，双手向前推实现向后退步。这些移动操作共同组成了游戏战斗环节的主旋律，在躲闪期间补上几发弓箭便是游戏的主要输出手段。好在玩家可以依托于按下三角使用子弹时间的能力，尽量多的在有限的时间内进行输出。弓箭的瞄准则是采用了体感指向加上眼球追踪的瞄准模式。理论上，弓箭只要指向一个大体的位置，然后你的眼睛盯在目标上，那么你的这发弓箭就能射中。实际在游戏中的表现也是如此。通过眼球追踪盯着机械兽的弱点进行集中攻击，就能使它们的部件脱落，从而产生硬直。在战斗时虽然会有不少的躲闪环节，但是战斗的连贯性可一点没少。不过回头来看，游戏在战斗中的玩点可真不算多。
总的来说，这部《地平线：山之呼唤》是一部为 PSVR 2量身打造的展示性质游戏。游戏中无论是玩家飞檐走壁的攀岩，还是以小博大的战斗，都无疑是为了带给玩家所谓的刺激感。但是二者都保留了一个共同的问题，那就是除了视觉和音效表现出众，在攀岩的花样、战斗的核心上却都不丰富。爬山爬到后面，也就仅仅只是换着工具往上爬，没有什么解谜，也没有什么调剂。战斗除了让你看到更多的地平线系列的老面孔与大场面，在操作环节也没啥新的花样。为了使游戏有着更高的可重复游玩性，游戏还设置了多样的收集品以及数量不少的隐藏靶子，通过收集它们，以此来获得更多的机械兽观赏机会以及一些新的对话。回过头来看，这部地平线虽然在一些地方依旧停留在半条命的辉煌之下，但这横向对比其他作品来说，也都能称得上是内容丰富、可玩性极高的 VR 游戏。虽然没有太大的创新，但是游戏依旧做到了在 VR 游戏中的稳重进步。不过我还是更希望在未来 PSVR 中可以出现更多的有着自己的独特机制，而不是依旧停留在当下沾染着半条命辉煌的 VR 游戏。好的，那么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喜欢主机游戏的话，就点赞关注支持一下吧。点赞破100，下期视频就能快速更新哦。我是三位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